會記起贊、個起訂閱，先刷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哦。嗨，大家，我們今天要來開箱想買卻又受傷害的系列，但是很明顯的看到它上面有日文字。我們這次要來開 Lopia， 我跟大家說 ，Lopia 最近真的紅到爆，它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人氣的超市品牌，它主要是以賣肉為主，聽起來有點怪怪，主要是賣那個肉品為主的。但是呢，最近 Threads 上面討論說它的熟食啊，每一個都蓋超多樓，我就很好奇它的熟食究竟味道会是怎麼樣。而且它的總經理呢，還有在脆上到處海巡。看完之後呢，就決定要來開箱一下。我們今天開箱的品項都是在脆上呢，大家分享，然後下面留言數都超多的，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味道究竟是怎麼樣。而且它的價格出乎意料的很漂亮哎，跟我一樣。這個呢是巨型蟹肉棒披薩，然後我們剛剛已經重新加熱過了。它的話原價是399，但是呢 Lopia 很神奇，它在11點到2點的時候會打折，所以我們買的價格其實是359塊，我覺得超快，因為通常大家打折的時段不是都應該是可能下午比較冷門的時段嘛，就他們是在最熱門的時段打折，很酷。而且你要買它，你要在現場排，因為它很搶，幾乎每個人手上都會有一盒。Oh my god， 打開真的是很像那日本超商會賣的那種巨型蟹肉棒，然後它目測其實有點不太知道是什麼口味的，然後皮是有點偏面包皮，然後微厚。哇，它的那個醬啊是玉米梅子跟那個 cheese， 完全 totally 小朋友口味，而且它的蟹肉棒是好吃的，鮮沒有到鮮的很假，剛剛好，咬下去的時候呢也沒有因為烤就變乾，它咬下去還是有汁的。然後醬鹹鹹甜甜配上蟹肉棒就覺得剛剛好。餅皮我覺得就普通，就是一般的那個披薩皮，就是你吃了不會生氣，帶小朋友去吃他們應該也 OK。我們来撒撒看枯熙的那個萬用調味粉，因為這在網絡上非常熱門，號稱是神粉。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加進去巨型蟹肉棒披薩味道怎麼樣？我還以為是拜托的冰箱裡面脆豬豬，撒鹽。撒之後香很多，它有點導遊 Ken 湯的感覺，因為我其實覺得它現在甜甜鹹鹹的鹹有點不太夠，蟹肉棒的味道比較沒那麼突出，所以有一點跟它融合在一起就會稍微有點平。吃完我們的巨型蟹肉棒披薩了，我覺得整體而言，以它的價格來說，蟹肉棒鮮味剛剛好，不會有怪怪的很死鮮的味道。整體而言，我就覺得以399來說還蠻 OK 的。但我自己個人其實不會回購，因為它的餅皮對我來說咬起來比較沒那麼香，然後也对我自己個人口味來說，我也覺得稍微比較平一點點。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買那個鹽的話，可以沾一點點試試看，或是家裡面可能有一些辣醬或什麼之類的話，口味上跟我有點像，你就可以這樣子搭配。下一樣。接下來是討論度非常高的布丁，一個是自家製的布丁原味，它是60塊。這個主打的特色就很多人會提到，它下面超多香草。哇，它不像布丁，它比較像奶酪沒有蛋腥味，有一點點偏甜對我來說，但是很香。它這個有點像蒸蛋，可是它又沒有蒸蛋，有一點點那個形態感，它比較有點泥感。下午啊，如果想要吃個下午茶，然後有一些手工布丁價格可能稍微比較高一點點的話，我覺得你可以買這個取代，不過甜度就很高，你可以配個咖啡。但我不会回購。我先講，它在脆上真的很受歡迎，但我不会回购的原因不是因為它不 OK， 只是因为我會覺得對我來說有點太甜。然後我喜歡這一款，這跟我一樣，我喜歡這一款，真的很好吃。我們來比較一下另外一個也很熱門，這個叫韓館布丁，加分，因為算蠻近的。嗨，哦，這個味道是我喜歡的。焦糖很好吃，它焦糖是微帶苦的那種，可是苦的剛好，有點大人感，可是又沒那麼大人感的那種。如果大家想試，可以先從60塊試起，因為60塊評價也很好。那它包裝是玻璃罐。对啊，它這個你還可以養金魚耶，不是養金魚，那就是裡面裝水，然後放一顆假的金魚在裡面。連那種日劇的那個裡面不是都會像這樣擺飾嗎？這一段是不是會被卡掉？ Nope。想說在講什麼東西？
2款布丁，私心推薦這個玻璃罐裝的，因為更濃，焦糖好吃，然後有點帶苦甜，我覺得它有點偏大人，這小孩子應該不太能接受。然後這一款的話，我覺得也好吃，但偏奶跟比較甜一點點。再來的話，就是它口感有一點比較不是我選的類型，是有點泥狀的那一種嫩。然後我比較喜歡吃這一種，是你有看到一點形體，可是它又沒那麼泥，比較是我喜歡的風格。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下一樣，耍了來，桌上為什麼擺這3樣？感覺好像不是很搭嘎。我跟你講，它搭，因為呢，所以上討論說，他覺得 Lopia 的雞肉很棒，就算是水煮也沒什麼雞膻味。所以呢，我跟你講，身為一個雞肉達人，我就來試試看，說它真的水煮或是乾煎，真的不會有腥味嗎？然後呢，它是恰富的氣冷雞，我們買了它的雞軟骨跟它的那個雞柳。雞軟骨這樣一盒是83塊，然後雞柳這樣一盒是143塊。其實我覺得這價格還行。然後這樣子之外呢，我們還買了這個傳說中的萬用調味料。很多人說，你就算吃鞋子，把它淋在鞋子上面也會好吃。這肉很多它不是只有骨頭的那一種。抓一下，气炸鍋，180度。没有烟，它這樣子乾煎出來的香氣其實很棒，而且有一股雞甜味。完成了我們的雞軟骨加神奇粉跟它的雞柳。我們先來吃雞柳，這個我有稍微斜切了一下，它量其實算蠻多的。我觉得有點神奇，因為我在煎的時候，我覺得它有一股雞甜味，有點像那種煮雞油的感覺，但實際吃起來就還好。我覺得算是蠻正常的那個雞柳，所以我覺得有興趣可以試試看。對我來說沒有到哇哦的感覺。刷了來吃雞軟骨，我們是用180度10分鐘，200度3分鐘左右。大家再自己看你家裡面的馬力怎麼樣，再自己稍微斟酌抓一下。我覺得我現在大概知道神奇粉的定位了，不會調味，什麼東西都反正壓的喝。我覺得雞軟骨其實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比較靠近骨頭，然後可能油脂也比較多，所以它吃起來比較有雞的甜味，甜度其實我覺得跟雞柳比起來高蠻多的，有點神奇。我下次可能會想要試試看用其他方式，因為用氣炸方式的雞軟骨啊，我覺得咬起來好像沒有到非常的好咬。但是呢，我覺得這個的雞軟骨加這個抓一抓之後，直接氣炸出来的速度就是簡單。快速料理，然後宵夜的時候吃蠻棒的，因為我覺得這是蠻棒的下酒菜。神奇粉其實我覺得我會買它耶，因為它有一點像以前統一脆麵有一個那個墨西哥那個粉包的味道，微帶辛香料感，但也不是真的辣。但是就是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下一樣，延續着我們的雞肉，接下來又是肉類了，因為呢一樣也是看到Threads上面有網友說，覺得他們家的醃製的肉都不錯，它的香腸跟它的培根，我們就一起來吃吃看味道究竟是怎麼樣吧。看到這個，來咯，你的維也納香腸。好了，對，長得有點醜，因為我剛才想知道它到底有沒有熟了，我們就來試試看味道怎麼樣吧。上菜。嘿，我們的維也納香腸跟我們的厚切培根好了。哎呦，有點像德國香腸那種皮是脆的，蠻好吃的。我覺得它吃起來有點像台灣超商的熱狗，但是呢，它是像德國香腸一樣，外面是脆的，然後肉的含量再高一點點，鹹甜度跟我們常吃到的比起來稍微再甜一點，然後沒那麼鹹一點，但還是有點鹹。我其實算是蠻喜歡的哦，我覺得挺 OK 的。你看這個肉汁，夾麵包，或是你今天煮意大利麵紅醬，把這個丟進去斜切片，這個會很好吃啊。你如果單吃要加黃芥末醬，我來吃一下這個培根，厚切培根也不錯，沒那麼鹹，有一點醃製感的香味，但是鹹香度剛好，它還保留一點那種原肉的味道。這兩個我都會回購這樣配飯的。吃完了維也納香腸跟厚切培根，我兩個都蠻喜歡的，推薦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維也納香腸的話，就是跟同品相比起來，就我們常吃到那種類型比起來，這稍微帶一點點甜味，我自己蠻喜歡的。培根也是，這個我會回購。下一樣，
再來是熱門的北海道濃郁起司蛋糕跟北海道濃郁焦香起司蛋糕。我們先來試原味的好了。哇，超香！我的媽呀！我們再一次，重來。我也算是開過很多起司蛋糕的人。哇，你沒講，我也在吃奶油乳酪，濃、微酸、香，口感有點像慕斯，好吃。但是這個 but 沒有要講什麼，但是我這個 but 就是要講什麼。我覺得它吃起來很像吃抹醬。然後呢，我們在網上看到有人分享，他用 bagel 就是夾在 bagel 中間會更好吃。自己做就是有办法這麼快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很好吃哎，這完全会回購哎，因为還蠻百搭的。你就第一個人發現他人到底在想什麼？因為這個賣相真的不，對不起，就是我可能會猶豫一下要不要買它。完了，我現在對它的期待很高。而且一個人在這裡，他一定很緊張。我看了一下評價，大家好像都是喜歡原味為主，然後就會原味覺醒。每當夏天我吹着溫暖的風。我們來吃吃看這個焦糖口味。其實我覺得焦糖口味的賣相看起來其實蠻好的耶。好，我們不要再開它了。我覺得你剛剛不是？它焦糖口味挖去稍微再扎實一點，然後它的邊邊濕潤，可是中間的蛋糕體好像是有點刷感的。酸度比剛剛更高。上面可能因為它有燒過，它就會有一點點那個你在吃雞蛋糕的時候最邊邊的那個有點焦焦的味道。但我私心比較喜歡原味，它的那個蛋糕體比較不是我喜歡的感覺，它沒有乾，可是有點刷感。它是酸跟鹹，然後再來才是它的起司的濃郁味。吃完了我們的焦糖口味，我覺得味道就是正常，它比較不是我喜歡的口感跟類型，但是它是比較常見的起司蛋糕的口感，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因為它在網絡上的評分數蠻高的。就我們私心比較喜歡第一款，所以就是我覺得取決於各位。然後大家在吃第一款的時候，我覺得可以就是買個麵包、bagel、酸種回來沾，我覺得應該也不錯。大家，我們今天最後一樣來到了我們的冷凍提拉米蘇333塊，它的討論度很高哎。然後最多人說的話就是說它是下面是用手指餅乾，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原產地真的來自意大利，我們就來感受一下 Lopia 來自意大利的冷凍提拉米蘇味道是怎麼樣。我們開封頭，蠻多人會拿這一款跟好市多的提拉米蘇來比的，所以感覺好像剛好可以一起來試試看。等一下，這個酒精味會不會太重？你聞一下，因為我通常吃東西會喜歡聞一下。提拉米蘇一定要聞側邊，不然會嗆到。然後一聞就加後麥。我跟你說。先講不太吃甜的人一定會覺得太甜，可是我們先丟除掉太甜，它是有層次的，它的手指餅乾吸滿了汁，然後那個酒香味雖然重，但是又不會到太搶口，在你的嘴巴裡面這樣子有點滑順濃郁，又帶着香氣，我還蠻喜歡的呢，蠻好吃的啊，太甜對不對？然後我覺得它的奶味沒有出來啊，你喜歡奶味再重一點？它是不是其實只要把那個甜度稍微降？等一下來了，你們是不是以為只有吃辣會這樣？沒有哦，吃 Lopia 的提拉米蘇也會這樣子哦。可是我要先講，因為我剛好其實我很常吃好市多的提拉米蘇，但兩個的差別在於，好市多的奶感重很多，然後沒有什麼酒味，然後好市多的甜度也會稍微再低一點點，有點苦甜苦甜的感覺，可是很奶。這款的話就是有點偏大人，但是非常的甜，然後酒味蠻重的。我就扣除掉它的甜味，它的層次是我喜歡的。這一定要配茶跟咖啡，而且我覺得它不是要讓你吃一整個的，
誰會自己整個？等一下，對不起大家，就是它可能是讓你吃一小顆一小顆的，但它其實跟我之前出國吃到某一些意式餐廳的那個甜度其實有點類似。我知道了，它淋那個 espresso 上去。哦，來哦，我們現在來一杯 espresso， 來試試看這個這麼甜的，加上我們的 espresso 會不會變得非常的剛好？我有一點衝擊。哎，是搭的啦。你如果配 espresso 啊，這樣一小顆正方形配一杯，你就會覺得有一種很甜中帶苦，然后甜中就是有路跑，糖分過多，加個笑意。邊吃邊跟大家分享，這一款其實是屬於我不會回購的類型。但是如果今天是有派對、聖誕節或是跨年，天氣比較冷，然後邀請大家來家裡的時候，大家可能就一人分一小塊，然後配一杯咖啡，其實我覺得是蠻療癒的甜點。然後今天 Lopia 整體開箱下來，我個人會回購的品項，阿月來或是今天天氣冷，想要吃點濃郁的，然後配點小酒或麵包的話，我會選原味的蛋糕，cheese蛋糕。然後培根跟香腸也是屬於我會回購，因為這完全就是我日常喜歡的，而且因為我平常很喜歡煮意大利麵，然後或者是煮香腸配那個黃芥末醬，就是還有培根。然後其他品項的話，我覺得那個神奇粉，对我來說是屬於可買可不買的那一種，我好像很难說我一定會回購它的類型。如果大家今天看完之後還蠻喜歡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說想要看什麼品項的開箱，或是你吃了什麼東西很喜歡沒有開到，覺得很可惜。不過目前吃下來，其實我覺得 Lopia 應該蠻值得開一個純甜點的，雖然提拉米蘇有點嚇到我。但是我覺得就是還行，因為整體而言，我覺得還算不差。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我們就用我們的最後一口提拉米蘇 K。哇，提拉米蘇 K 已經是2025年出的東西了，大家有沒有覺得感覺 ？Oh my god！ 我們就用我們的最後一口提拉米蘇配上我們的 espresso 做結尾了。拜，我先乾為敬。台灣人進麵包店最喜歡做一件很無意義的事情，就是一拿起夾子咔咔。我就想說很重要啊，你就是要試那個夾子的那個鬆緊度怎麼樣。但是去吃到飽的時候，坐到位置坐一下，然後又站起來的那3秒，我是覺得真的是有點浪費時間。